他现在让我 question 我的 life decision。我还要做 sugar 吗？我要做 sugar baby， 他做 Sugar Baby 呀，随时都可以。可以啦，也是 sales 嘛，只是卖东西变到卖自己。卖自己。Hello， 欢迎回到 Gen Z Decode， 我是 Sing， 我是 Isabel， 我是嘉威我。是 Gabriel。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聊的是职业道路。你们现在的工作是什么？然后你们觉得算是传统的职业吗？我现在是一个 freelance creator，我觉得是一个不是传统的职业。我现在是一个 tech sales， 就是科技销售员。哇，对，我觉得是比较传统一点，就是因为是 office job， 然后也是在 office 做工，就9 to 5啦。那我是一个企业家，我现在有一个小程序，就叫 Sweatbag。对，哇除了我也是做一个 spin instructor， 那我也是教 Pilates， 所以是超不传统的职业。哇，他多才多艺耶。那你们觉得什么算是传统，什么算是不传统？我觉得传统是我们父母亲灌输的那种概念，就是以前我们读书，然后拿文凭，他们就会讲什么 ，so that 你可以拿一个好的工作，坐在 office 拿薪水，然后爬那个 corporate ladder， 这个对我来说是传统。可是很 debatable 像如果你问我们的爸爸妈妈的话，他们会讲 hawker is 传统，可是对我们不是传统嘛，所以很难讲也是。所以不同年代会有对传统不同的定义。Actually， 你们跟我讲 hawker， 现在做小贩是很 unconventional 的。那如果是以前的话，会来normal 吗？你 take over 你的 parent store。对哦。所以 I think 如果是我们的 perspective 的话 ，office 是传统，这种 entrepreneur 啊，什么 freelancer 应该是不传统。在我们做的调查当中所以我们问他们就是Gen Z are they more open to unconventional jobs 啦？所以在我们的调查当中，其实有95%是觉得 yes， 哇，95很高哎。是不是讲 unconventional？ more open 就是对于这个概念，他们是比较能接受。没有，其实我觉得是我 agree 的，只是我没有想到会这么大，因为我觉得现在年轻人 Gen Z right 有 TikTok 啊，然后可以看到很多人 like day in the life right，他们会比较敢去做。我觉得年轻人比较 open to risk taking， 你们会 agree 吗？会，因为他们就是在网上看到，他做的 OK， 我也是可以 try 啦。Anyway， 我还小嘛，不用怕嘛。如果真的 fail 的话 ，then 去学别的东西咯因为我觉得我们老一辈啦，我们的父母他们经过很多 economic 的那种波折，以前有那种雷曼兄弟啊，那有什么 SARS 啊，他们经过很多，所以他们会比较 risk adverse。但是我们就问他们愿意选择什么样的职业道路，然后选择传统职业的其实占比较多，就是有72%说他们想要选传统职业。虽然年轻人比较愿意接受，可是他们多数还是会选传统职业。最后也会选传统职业。I'm not that surprised 啦，对。因为如果你问我的话 ，at the start 我也是 start off as traditional job 嘛，就是9 to 5， fixed salary 这些。But 就是因为 slowly， 我觉得 OK，maybe I can try freelance 一下，因为我还年轻，还是什么可以学一10年我就出来咯。因为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新加坡的 culture 就是不一样，就很像他们要追求BTO 啊，很多时候你都要一个稳定的收入，而且像我这样做自己的生意的话，收入不是稳定的。As compared to let's say a 9 to 5，而且很多时候就是年轻人，就是因为我们大多数都是上大学，而且他们拿到那个文凭，就是不要浪费那个文凭。可是我反而觉得我 in the end right， 就算我要创业 or do something unconventional， 我要先在一个 stable 的 office environment， 吸取经验先 earn the experience，好像可能打拼5到10年才来去追求我自己的 end passion。你不会觉得很难吗？如果你5到10年在里面的话，你要出来的话 ，imagine 10K salary，are you gonna quit now? Then you're like, I won't, I really won't. 他现在让我 question 我的 life decision。我还要做 sugar 吗？我要做 sugar baby， 他做 Sugar Baby 呀，随时都可以。可以啦，也是 sales 嘛，只是卖东西变到卖自己。那你为什么会选择传统的职业 ？OK，so 刚刚我讲 right， 来我是有自己的 passion 哦，我不是一生出来，我妈妈身体爆出来就讲 I want to work office， 我不是这样子。我是本来小时候想要开 cafe， 然后好像做咖啡还是卖食物，可是它是一个很 big risky move， 来我没有办法，很难。我没有办法像他这样说 ，OK， 我要做企业家，所以我就打算做一个稳定的收入，在那边慢慢练自己，然后赚一点钱，省一点钱，存一点钱，才来打拼自己要做的东西。因为
为我们做了一个调查对吗？然后你的原因跟大部分人的原因都是一样的，就是有差不多88%的人是为了追求一个稳定的收入，还有经济稳定，然后他们才会选择一个传统的职业。但我很好奇耶，就是你觉得传统的职业一定就是代表你的收入很稳定吗？一定是比他稳定的吗？因为我觉得OK， 我等一下哭了，因为我是每个月25号我就可以等一大笔钱进我的银行，是一个很 safe 的 feeling。如果我是个 freelancer， let's say 我是个 cafe owner， 那我要等这个月有没有生意，有没有 clients 来找我，有没有 projects。对，下个月如果是新年的话，比较多生意还是比较少生意，我会很 stress 真的 it's very unpredictable。Yeah， 所以最初开始 freelance 的时候，你会很担心自己。很担心啊，等一下我怕，等一下真的 every month $0 怎么办？我又不会说很会卖自己，很拍谁吗？Hi， 开始他跟我学 Hi，do you want to engage my posting？ 很难啊，说我会很怕 ，but so far just pray to God and hope for the best。Worst come to worst， 我去做 part time 哦 ，hourly pay 10 per hour 这些。呀，我不会很像在这里不要做东西的。如果真的没有钱的话，我一定会出去做工的。For example, right， 就像我这样，就是我有自己的职业，而且我有交 spend on the side, right? So it's more of like 我可以用什么方法 to sustain myself. So it could be like to 教课啊，教体育课啊，教 Pilates 啊，用这种方法来fund my own business and stuff。我以前觉得传统的职业就是会有比较稳定的收入，可是因为我男朋友有做自己的生意嘛，然后他就跟我说，我就问他的理想薪水是多少，他讲可能每个月有6位数吧，就是那个是我的目标，然后我就有点受到冲击耶，因为我作为一个 full time 的 staff 对吗，我是从来没有想到过我的薪水会达到6位数这样。每个月6位数。对，就是可是我觉得如果你做自己的生意，你确实有那个可能，对吧？对呀，然后我就开始思考说，薪水高和薪水稳定到底是什么？就它的意义是什么？就不一定是传统的职业才会有达到这样子的情况，对吧？对，反正我觉得传统的职业是有一个 ceiling 的。你很像投资，人家都讲 high risk high returns。Low risk, low returns 所以 something that is 比较传统做 office 的，你每个月都会有钱，都有饭吃，可是你不可以买 bungalow 咯，那你不可以做 high flyer， 不可以做 high flyer 咯。其实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大家会选择传统职业，是因为他们就是不想要冒险，因为他们觉得传统职业比较安全、比较保险。有64%的人都是这样觉得啦。我是真的是 not a risk taker，好像你今天叫我 quit 我 job， 开一个 app。I think 我会怕I think I will eat Maggie mee for 1 year。What's wrong with eating Maggie mee for 1年？我觉得 OK 啊，因为现在趁我很年轻的时候，我不要想到40年后或者30年后我变老一点的话，那很难。很多 liabilities and all。而且我是觉得可能是成长的过程，父母也是有灌输这种 mindset in my head。好像如果我突然间跟他讲说，妈，我今天要 quit my job， 我想要试试看拼我自己的事业 ，I think she'll faint 。I really think she'll faint。他讲你读书这样努力拿那个文凭，你不要做工呢，你要做这种东西，笑啊！那为什么你会愿意冒险来辞职呢？ Like what he said， 现在没有 liabilities， 就是I haven't BTO， so I got nothing to pay for。I'm still staying with my parents， 所以我没有什么东西要还也是。所以我觉得如果要冒险的话，就是现在 now is the time。那如果我就给我一个duration 咯，就是1 year freelance。If it doesn't make it, go back to full time, go back to like paid monthly salary 这样。那你听到他们讲了之后，你会不会觉得说，哎呀，我应该也去冒险一下？还是你不？讲真，我在听，你们看我听得很认真吗？因为我觉得他们有让我改一点我的观点，就是我一直以为是我老了后才 try， 可是 actually 他们 make sense 我现在都没有什么 liability。You are right， 他讲一句话，我有点吓到，就是他讲 If not now when？ Yeah。所以我明天要开 OnlyFans 了，哇！你subscribe。另外一个大家会选择传统职业的原因就是大公司的福利啦，就是比如说来更好的员工福利啊，比如说 healthcare 啊、paid leave 啊，还有更好的 job opportunities 啊。其实我选的公司就是我很注重你给我的福利，就是我的公司有给。我们的公司里面就有自己的 gym， 然后我的早餐、午餐、晚餐都有自己的 canteen， 然后 insurance for 我自己 family 的都包到完。我一年还可以去美国、印度
出国做工，我没有听过这种福利嘞。就是有点像 Google Meta 这对啊样子， ，Google Meta 就是这样子。啊，很好，stay，不要开 cafe 了不要开 cafe 了。我就讲你们不要 try to gaslight 我，我没有。你们刚刚差点，我真的要写我 resign 的 letter 了。刚才我讲的话全部忘记掉。好，对哦， ，stay。就很多人就是这样进去了，很难出来。很难出来，因为很舒服。对，对啊，所以我就不相信，他没有进去，他怕。我怕。对啊，就是说真的。那你为什么会选择非传统职业？然后我们做的调查当中，最多人的选择就是有66%的人是讲说是为了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兴趣很重要。如果你不喜欢一个东西，那你每天起来想做这件事的话，你会觉得很难。很闲的，很闲你来哇，为什么我做这个？我 start 我都不懂，这样。那很多时候就刚好我的是兴趣，而且我的兴趣跟我的工作有改过，所以比较容易。所以我就在想，我可以怎么 create something that 我自己喜欢，而且我的顾客也喜欢。那从那里就创造出这个平台。可是如果你把你的兴趣当成一个职业，你会不会就渐渐少了你的兴趣？就你的热忱再也不会是。那好笑的是，那我跟我自己的 co-founder 就讲 the day we stop going to the gym is the day we need to sit down and 就是 discuss what's wrong with the business. Because it boils down from passion 嘛，兴趣啊。如果我没有兴趣的话，就很难走下去。所以第二个，大家为什么会选择非传统职业的原因，其实有差不多68%的人说是因为flexible working arrangement，就是比较灵活的一个工作安排，还有 work-life balance。就 work-life balance 有点tricky，有点 tricky。我来反正 tricky。当你没有老板的时候，你 free time 也是做工，你不可以 differentiate like leisure and work， yeah。所以像 I think for both of us like。如果睡不着的话，我可以开始 edit video， 他会自己开 laptop 做工的事。可是如果他的 laptop 是在 office 的话，他就不可以开了嘛。我的很 clean 的，我要 end work means end work。对，可是我也会觉得我现在会比较 easy 安排时间，因为如果什么我还可以推一下。可是如果我在 full time 的话，所有的11 to 7是不可以 touch 的。所以你们觉得哪一个就是职业道路会有更好的 work-life balance actually？ 我觉得很难讲。If you really 那种是9 to 5 right， 你不管9 to 5，and then 你就画那条线，我觉得那个是 best work-life balance。可是 the thing is 很多人没有9 to 5的现在。OT is quite normal。OT 是 normal 的。When you OT right， 没有人讲哇 you OT is you OT OK 拜拜。Let's say 在 MRT right， 很多时候拿出手机的话 ，even social media 你做 posting，technically it's like you're doing your job to promote yourself. It comes to a point where like if I'm not doing that, then I'm not progressing. 我不可以坐看电视机，我会觉得很浪费时间。对。可是我知道 it's good for my career， 因为看别人怎么来主持啊，还是他们怎样做工这些很 important 的。可是我觉得很浪费时间。我觉得如果10年前你问我 work-life balance， 我会觉得他们会比较好。可是现在office job have 因为 COVID move to 很多 remote working 了，所以 even office 啊这种人都可以 remote work 出国在国外做工，所以我觉得 work-life balance 真的是很 comparable。那你们觉得 Gen Z 会选择梦想还是金钱呢？因为我们在我们的调查中，我们问了大家，就是我们问了那些年轻人，他们会选择梦想还是金钱，然后有差不多78%的人说他们会选择梦想多过金钱。说追求梦想而不要钱的话，很多时候都是骗人的。我个人是觉得是骗人的。因为 there's always a financial thinking back then， 讲我要追求这个梦想，那我要怎样有那个金钱的部分？我不可以 relate to 那个 majority 耶，因为如果 let's say 我要做拼的梦想，我怎么会不可能 stress about 钱？一定会 stress 的，不能选，我选不出。你叫我选 painter or a proper full time job，I'm sorry, I really have to go for the full time job。那你们觉得为什么那么多人会选择梦想？因为我实在是觉得没有想 end to end， 可能还没有，因为我大学的时候你问我可能会说梦想，可是当你真的踏入社会，感觉到你那些 responsibilities 的后，你会那些压力了后，你会才想清楚一下。对，而且很多成功的 entrepreneurs on TikTok。Like the day in a life in a let's say yoga teacher or a day in a life in my small business owner， 所以可能现在的 Gen Z 一直看这种 content， 就会觉得其实追求梦想很好，可以 try 啦，可以 try 这样，所以他们才会你的 voting result 才会是这样子。但是实际上是不是因为现实的冲击，所以其实没有很多人是真正的
敢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对，我觉得讲很容易，做真的很难。你们是敢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吗？I mean，你已经在做自己的梦想了。那可是很多人就觉得做生意你需要有那个 capital， 其实不需要，你只要一个梦想，你只要一个梦想。好刺激！你只要一个梦想。我只个梦想。It's about how I want to live my life。因为他从小就要做自己的生意了，可是我没有那种我没有那种梦想呀，我就是go with the flow 咯，这样。Freelance creator 不是我的梦想啦，我没有什么梦想，我 just go with the flow。呀，就 try upon this career then just try 咯 ，anyway here 了就 try 咯，这样呀，没有什么梦想 yet。那你选择梦想的话，是不是代表你赚不了钱？你觉得？那不一定啊，那不一定。那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个梦想的话，那 you have an end goal already, right? Then you need to reverse engineer， 就想我怎么可以 go from point A 到 point B 啊 ，point B 到 point C。It's more of like 你有一个计划，如果没有计划的话，这真的很难走。因为我是那种我需要一个计划，我需要一个梦想，因为我知道我要到达哪里的话，从那里就可以 reverse。Do it from there。连我个人是觉得，如果我的梦想就想到我的梦想的话，我不会吓到，那就代表我的梦想太小。If the dream is so big, it will scare me. Then they will be like, oh, I'm on the right path. If 如果我跟人家分享我在做什么的话，他们会讲 I love the idea, but are you sure it's possible? Then 我就觉得哇，我就兴奋了，因为人家觉得不可能，那我就一定要做到可能。哇，我要你的态度怎么买掌声啊？鼓励。但是就是那个 risk appetite 也是因人而异的，对吧？就比如说他就不敢去。In fact, what's the worst, right? The worst can be very bad。如果你想到美国的话，如果你真的 worst is you really sleep along the street. But our worst in our case, privileged enough is like 我们回到父母的家 ，that's the worst. But 你要知道，我现在有一个工作，there is a lifestyle that I'm already living，所以我没有办法 take a U-turn and try something from scratch。我觉得太可怕了，因为我已经很舒服了，他就要把我拉出去我的 comfort zone。我拉出来了。我们整个 episode 就是嘉威在想，我应该辞职吗拉来拉去我已经写了辞职信3次了，在我的头。等一下你老板看到。I'm so sorry, boss. Don't fire me. I love my job. 那你们对于正在选择自己职业道路的年轻人有什么建议吗？哎呀，你还小啦 ，just try 啦。你毕业几岁？23、22还是25？可以 just try 啦。因为你毕业已经30了，还可以 try。如果你毕业50岁了，如果你还没有工作的话，你去打一个传统工作来。我觉得天无绝人之路 ，so no matter 你选 full time job、conventional 传统。Everything is reversible， 不是 the end of the day。你可以 try 这个，不行then try 那个咯，then不行再 try 这个。比如说，对于那些正在考虑要不要辞职转行的人，你们有什么建议吗？那我觉得，那你是应该问自己，你到底你要得到的是什么？是 is it fame？ 是不是金钱？那到 once you have the answer 的话，你会这样讲So what's my next milestone？ 是不是 video 啊？是不是结婚？那如果我现在辞职的话，你觉得 OK 吗？那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在考虑要不要辞职啊，要不要辞职？很多时候6个月过后，一年过了，1年半、2年，then end up they're like here's your next promotion。哇 And once you get there 的话，很难出去。呀，最惨的，我一个同事2年跟他做工，每天从 day one 一直跟我讲要辞职，到现在还在那边。我觉得那个是 worst， 因为你 neither here nor there。你要辞职，你 just go。那他怕。你要 stay，you better freaking do your well best here. do your best. Yeah。哇，所以听了大家那么多了之后，所以嘉威你决定要辞职了吗？我等一下要跟他 discuss 先。Yeah， 所以我觉得不管你是想要追梦，还是想要随波逐流，还是喜欢安定，还是喜欢冒险，只要你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然后去追求，就是没有错的，是最好的选择。谢谢大家的收看，喜欢我们视频的话，记得点赞、订阅、分享。拜拜。OK，我去辞职。